萨作为龙珠三大反派中最弱的一个，为什么鸟山明热衷于复活他？在龙珠 Z 中，弗利萨虽然号称宇宙帝王，但后来的反派都拥有轻松虐杀弗利萨的能力，连人造人17号都打不过。此时的宇宙帝王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牌面。在地府里，弗利萨甚至当起了杀戮的小弟，而魔人布欧是上古时期的战士，无欠重用的能力让魔人布欧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对手。无论是沙鲁或者布欧，都有着吞噬和吸收这两大极其变态的能力，所以在相对能力的设定上，弗利萨并不是无解的存在。按照常理，悟空那一颗元气弹应该是可以消灭弗利萨的，最后竟然没有杀死他。故事发展到这里，超级赛亚人的出场就十分关键了。可以说，弗利萨这个名字和超级赛亚人的概念息息相关。在很多读者的眼里，弗利萨的可怕程度要远远高于沙鲁和魔人布欧，而且他的人气实在太高了。在最新的龙珠超中，鸟山明顺应民心，亲自帮助弗利萨提升实力。在短短的4个月内，弗利萨也用了神级别的实力。当他率领大军来到地球时，悟空和贝吉塔还远在比鲁斯星球修炼。地球的战士看到他非常惊讶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大魔王。尤其库林对他的恐惧已经到了骨髓。在悟空到来之前，地球的战士们都在奋勇抗敌，但是他们的战斗水平连弗利萨的手下都无法战胜，一个个全都倒下了。为了让悟空能够找到地球，不返极地提气，他用尽最后一口力气。就在弗利萨消灭他之际，悟空终于赶到了地球，仇人相见烽火眼红。为了展示自己强大的力量，比鲁斯直接变成终极形态，强大的气场将他的手下全都化为了灰烬。这就是弗利萨的可怕之处，邪恶的连自己人都杀害。这场复仇大战终于开始了，他在地狱中受到的无尽折磨全都要报复在悟空身上，一出手就命中悟空的死穴。他看似是在攻击悟空，却朝库林发出能量弹。为了救他，悟空不顾个人安危，却不知道这是弗利萨卑鄙的手段，背后偷袭将他暴击了一顿。悟空稍作调整，就瞬间控制了局面。弗利萨眼看打不过悟空，再次使出卑劣的手段，朝着布尔玛发出攻击。弗利萨就是抓住了悟空的弱点，多次使用却屡试不爽，二人再次扭打在一起。悟空发现常态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打算和他做出最后的了结，变成龙珠超首次出现的形态——超级赛亚人蓝色。不但众人惊讶不已，连弗利萨也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，他也打算认真对待这场战争了，向他们展示自己辛苦训练4个月的结果。极地提气变成黄金弗利萨，悟空一味试探，虽然变成超蓝，却没有展现自己真正的力量，而弗利萨已经用出了全力。贝吉塔看到悟空这么磨叽，打算要自己亲自上场，这下悟空慌张了，生怕别人抢了他胜利的果实，使出全部力量朝着弗利萨猛烈进攻。虽然他的力量很强大，但是毕竟4个月的时间太短了，弗利萨根本还没有适应自己的新形态，打斗的过程中漏洞百出，悟空就抓住了这个弱点，打到弗利萨跪倒在他面前，他垂死挣扎却没有任何作用，根本无法战胜悟空。但是他不甘心不认输，自己在地狱受尽屈辱，无论如何都不想再回去。而从未训练过的他，为了复仇还进行了4个月的魔鬼训练。而悟空再次善心泛滥，劝他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回自己的老家去吧。刚说完这句话，就突然遭到偷袭，被激光炮击穿身体。没想到弗利萨还留了一手，让索尔贝暗中偷袭。弗利萨果然卑鄙到了骨子里，悟空再次被他踩在脚下，而贝吉塔已经无法忍受他的行为，他比悟空要冷酷无情，直接变成超蓝，朝着弗利萨猛烈攻击，瞬间将他打回了常态。贝吉塔如此强大，他更加不甘心了。曾经自己的手下，现在竟然站在他的头上，他宁肯同归于尽，也不会苟且偷生，悄悄将自己所有的能量注入到地球之中，整个星球瞬间爆炸了。好在有维斯在场救下了悟空等人，为了让他们弥补自己的过错，维斯利用权杖将时间倒流。这次悟空没给他任何机会，直接利用龟派气功将弗利萨给消灭了，地球再次得救，而弗利萨大魔王也回到了地狱。虽然样子有点惨，但是鸟山明确实非常偏爱他。